乜嘢係 vesting？產權歸屬，唔同嘅產權持有方式嘅分別係乜嘢？究竟你用咩個方式去持有產權先適合？睇到最後，我送個錦囊俾大家傍身，唔使你哋中招，避開啲地雷，甚至避開地球上最恐怖嘅武器。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我要買屋仔，我係 Randy。作為買家嘅你，好唔容易終於揾到一間 Dream House，又能夠同賣家達成價錢嘅條件，真係可喜可賀。隨即我哋就進入 Escrow 過戶嘅程序。就喺呢個時候 ，Title Insurance Company 產權保險公司就會發咗一大堆嘅問題叫你回答。其中一個最令大家頭痛，唔知道點樣答嘅問題係 vesting 產權歸屬，或者我叫佢做產權持有。產權持有意思就係你作為新嘅業主，用咩方式去持有你嘅產權。而喺坊間或朋友嗰度都聽過 community property、joint tenancy、tenancy in common 呢類名詞，但問題係產權公司同代表你嘅經紀或中介又有冇同你解釋清楚係咩嚟？有乜嘢要留意？又或者對你哋將來有咩影響？點樣去回答呢個問題先至啱呢？你嘅感覺就好似以下呢段短片。英文啊 ，A 餐、B 餐、C 餐、D 餐，要邊個餐？情況就係你唔知道呢啲係咩嚟，又唔知道邊樣嘢適合你，你就唔識答，係咪？B 唔該。B 啊嘛。你亦都好無奈咁樣求其答咗佢，到最後仲要俾人講呢一句。簡單到啫 ，ABC 啊嘛。呢個時候你嘅感覺係點啊？唔同嘅產權持有方式嘅分別係乜嘢？究竟你用咩個方式去持有產權先適合？睇到最後，我送個錦囊俾大家傍身，唔使你哋中招，避開啲地雷，甚至避開地球上最恐怖嘅武器。首先我戴翻個頭盔先，我持有美國加州房地產執照，我係分享緊個人嘅經驗，因為每個家庭狀況都唔同，而我唔係律師同會計師，你一定要跟對呢方面有絕對認識嘅專業人士商量過，邊個產權持有方式最適合你。喺呢度我用之前茶餐廳嗰段短片做個比喻，茶餐廳嘅例餐通常有 A、B、C、D、E 餐選擇，我哋嚟做個熱身運動先，簡單啲，等你容易啲明白。跟住落嚟之後較複雜少少嘅比喻，例如 A 餐係沙爹牛肉麵，產權屬於個人擁有，佢嘅特性只係適合個人或單身持有方式，即係單身一個人去持有產權咁嘅意思。個人擁有嘅意思，即係單身未結婚，又或者已經離咗婚，又未再婚，又或者已婚但單獨個人持有，而配偶放棄所有權利同利益，所以你係擁有100% 擁有權同使用權。注意嘅係，你必須成立生前信託去訂立指定承繼人，否則過身之後，就算你係得一粒仔，你個房產都要通過費時同費用高昂嘅遺產法庭認證先俾到後人。呢個產權持有方式就係叫做全權擁有 sole ownership， 簡單又容易記，又唔需要同人哋 share。咁你明白咗呢個產權特性之後，你以後就識得揀，係咪呢？就等於你知道沙爹牛肉麵係乜，同你又中意食，你先點佢，係咪？跟住落嚟嘅情況，我要你喺 B 餐同 C 餐2揀1。首先呢兩個選擇只適合一對夫妻共同擁有，而有兩個情況可以俾你哋選擇。選擇1 B 餐火腿蛋治，呢個嘅特性係夫妻各自擁有一半50% 產權嘅責任同利益，而可以各自轉讓自己所屬嘅產權，而唔需要另一半同意，冇自動承繼權，承繼人唔一定俾配偶，各自可以擁有唔同嘅承繼人。如果冇
訂立生前信託，配偶過身，遺產承繼可能要通過法庭認證。選擇2，私餐。餐肉蛋字，佢嘅特性好唔同。首先，夫妻產權不分彼此，共同擁有，責任同利益係不可分割，必須配偶同意先至可以轉讓各自產權，擁有自動承繼權。當配偶過身嘅時候，唔需要通過法庭認證，在生嘅人就自動承繼過身嘅配偶嘅遺產。最後一位在生嘅人將擁有100% 產權。咁你記住咧，呢兩個餐只適合夫婦共有，但係佢哋其實係唔同嘅嘢嚟，唔好當佢哋係一樣，更加唔好將佢哋撈亂。如果你係揀 B 餐嘅話，呢個叫做夫妻共有 community property； 而你係揀 C 餐嘅話，呢個叫做夫妻共有長命契 community property with right of survivorship。係咪覺得個名好長又難記呢？所以再有人問你個產權點持有嘅話，你大可以同佢哋講，你係用咗 B 餐還是 C 餐就得啦，係咪簡單同容易記好多？等我袋多少少錢落你袋。全美國暫時只有9個州係有夫妻共有 community property， 而只有6個州有夫妻共有嘅長命契 community property with right of survivorship。所以你所住嘅州唔係喺呢啲地方嘅話就冇㗎啦。跟住落嚟就係我哋嘅壓軸大餐 D 餐同 C 餐，我哋喺呢度2揀1，而呢兩個選擇嘅產權特性都只係適合2個或以上人士共同擁有。個配搭可以係夫妻加個仔女2-3個朋友或者4兄弟姊妹都得。咁我先講下 D 餐五香肉丁通粉呢個嘅特性，所有產權人不分彼此，共同平均擁有不可分割嘅產權、責任同各方利益，各自可以轉讓自己嗰部分嘅產權，而唔需要其他產權人嘅同意，而可以有自動嘅承繼權，即係當中一位過身，剩低落嚟在生個人就自動按比例平均承繼啱啱過身嘅人嘅產權，到最後一位在生嘅人就擁有100% 全部嘅產權。而依餐雪菜肉絲米粉個特性好唔同，首先所有產權人嘅責任同利益可以各自有唔同嘅比例，唔需要平均，例如30-30-40或者20-20-40都可以，總之湊夠100% 就得啦。各自可以轉讓自己嗰部分嘅產權，而唔需要得到其他產權人嘅同意，更加冇自動承繼權，大家可各自各有唔同嘅產權承繼人。如果你係揀 D 餐嘅話，呢個叫做聯權共有，俗稱長命契 joint tenancy， 冇錯，同之前講嗰個夫妻共有長命契嘅性質差唔多。而你係揀 E 餐嘅話，呢個叫做分權共有 tenancy in common。呢兩個 D 餐同 E 餐聽落去都係湯粉一個，但係味道好唔同，要睇下你哋嘅要求先揀邊一個最適合。簡單啲講句，有辣有唔辣。產權持有方式其實有7至8種分類，我啱啱講嘅其實係最常見嘅5種。最後見大家咁俾面睇到呢度，咁我送多一個錦囊俾大家，唔使你哋踩地雷，甚至避開地球上最恐怖嘅武器。而俾呢個錦囊你之前，覺得呢段片有養分嘅話，可以喺留言下低打個1字。如果你已經識嘅話，可以打個2字話俾我聽。無論你用邊一個方法擁有，為咗避免後人有不必要嘅麻煩同付出費用高昂嘅法庭認證，我強烈建議你成立生前信託，因為就算你做咗遺囑嘅話，都需要通過法庭認證，後人先攞到遺產。頭先我提及過咁多種唔同嘅產權方式，無論你一開始用邊一個方式擁有，但係你喺生前嗰陣時改變原本持有產權方式嘅狀況，都有機會出現問題。改變原本持有產權方式係咩意思？例如改變產權人士，好似父母其中一方轉名俾個仔女，又或者加插新成員，好似將仔女個名加入去，又或者轉讓自己嗰部分俾其他人嘅時候，都會改變產權方式。而家問題係，無論你原本持有個方式係乜嘢，你都有機會改變佢成為分權共有 tenancy in common， 即係我最尾講過嘅 E 餐咁樣，所有產權人各自可以轉
轉讓自己嗰部分產權，而唔需要得到其他人嘅同意，更加冇咗自動承繼權。除咗有機會踩咗呢個地雷之外，仲可能引爆埋其他嘅炸彈。其中一個炸彈係有機會地稅重新估值，即係你買咗間屋翻嚟好耐，原先交開比較低嘅地稅率，改變產權之後，政府會重新估計房屋嘅價值，跟住之後地稅會突然提升至依家嘅房價市值，仲有機會唔覺意取消埋原本嗰個產權保險 Title Insurance， 更可能引爆埋人類史上最恐怖嘅核彈，即係影響埋成本提升、稅務優惠 Step up in basis， 永遠危害下一代。喺呢度我唔解釋產權保險同成本提升稅務優惠係乜，我會揾一集同大家傾下。如果你唔想引爆呢啲地雷、炸彈甚至核彈嘅話，咁樣你又一定要諗清諗楚你先至好做。如果你本身係業主，而你唔記得當其時用咩形式持有產權嘅話，你大可以睇下你自己房屋嘅地契就一清二楚。氹氣我都要講一次，唔好睇完我呢段片就當正自己識晒。我唔係律師同會計師，你一定要揾一個對呢方面有絕對認識嘅專業人士，了解清楚邊個產權方式持有最適合你，先作最後決定。如果唔係，踩咗地雷都唔知。如果大家都中意呢類個內容嘅話，可以喺呢度撳落去，同埋我喺下低放啲唔同題材嘅 link 俾大家選擇。我哋下一次見，拜拜。